今天呢，就试驾一个我蛮喜欢的一台车，什么车 ？Toyota Velfire， 自己会升档。不错嘞，还有一个 kick down button， 一按完下去。 一下子就摆败了。Hello， 大家好，又是 Ed 爱的人不是一个车评，只是 POV 了。欢迎回到了我的 POV 试驾系列了。我是后面这里有一个最新款的，代号为 AH40的 Toyota Velfire。先说一下，这辆车它不是全新的马来西亚 Toyota 的媒体试驾车，它不是啦。这辆车是托我的好朋友，之前还有接过我 Bentley Continental GT 啦、Mini Cooper Countryman、Mercedes C300啦等等的呢。今天他跟我说，刚刚在过年前买了不久的一辆丰田的 Velfire。如大家所愿，在评论区里面有时候有人会敲完，Edwin 可以 review 一下 Velfire 吗？今天一来就来最新款的嘛。旧款的 AH30呢，其实我有驾过，我也是有做过，可是没有办法去 review。这一次就来一个最新款的。Toyota Alphard Velfire 呢，他们这姐妹车啊，除了样子不一样之外啊，其他等等的配置我相信都很相似了。如果要direct import 的话呢，必须要1年之后呢，它才能进来。所以这辆车当时买的时候是1年车，它的里数才走了400公里。如果你们有兴趣想要在日本订回来，想要在日本 bid 回来，不妨也是可以联系我一下啦。这辆车我知道大家很有兴趣嘛，在日本的前车主已经选配了这个 full body kit， 是有 Modalista 的，沙龙应该也是换过了的。大多数的 Velfire 啊，它的这个水箱护罩也没有这么大，它的 logo 呢就会平面的，它这是有 ACC 跟车，还有自动刹车系统。轮圈方面呢，配搭这个19寸啊，轮胎尺寸为225/55R19，原厂呢在日本配搭这个 Dunlop SP Sport Max 的轮胎，原装调教为大概3根手指的高度啦。前面配搭这个双活塞的刹车卡钳，车身重量大概2.2吨左右。悬挂方面，前面是一个麦花臣，后面这次则是升级了一个 Double Wishbone 双 AB 啦，后面呢大概是有3根手指半左右啦。轮胎尺寸跟前面也是一样225/55R19，单活塞刹车卡钳，所以这一代好像比较低了一点哦，感觉到 TNGA-K 的这个平台，哇，这一次的车身长度破了5000mm 啊。这辆车的钥匙呢长得有点不一样了，所以看到 Velfire 的 logo， 哇哦，一个 V 的哈，这边有的打开尾箱啦，打开侧门啦，等等都有，还有流水线呢，看到吧？后面呢我就看到一个非常可爱的一点，这里有2个 button， 这是关闭，这是打开，所以看它会做一个小处理在这边哦，凸起来的，所以你可以长按。打开车尾箱，那我会看到这边还是有电磁阀的哦，你可以按2下，关闭电动尾门之后呢，它就会把所有门给锁起来了。下面还是一样有一些储物空间 ，OK。可是这一次呢，就在下面没有看到有备胎了啦，中间座椅还有给一个安全带。关闭车尾箱呢，你按99。也是可以关的，可能移来这边会比较安全吧，所以你的人会站在侧面呢，可能不会夹到手还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所以有了这个 Modalista Body Kit 啊，哇，凸起来很高，停车的时候要很小心哦，尤其是这种是原装的，还有 exhaust muffler 哦。买这种车通常就是要坐后面的座位嘛，我们先来说一下后面的座位嘛。这一次的门把呢，你除了可以这样子拉，可以用钥匙打开侧门之外，那么你会看到这边多了这个前后的按钮，明显是关门、开门都是要长按的啦。这辆车也选配了这个 side step， 看到很多车都是没有的，可能这个是前车主在日本的时候已经选配了，上下车比较方便一点。关闭门的时候，
它就会收起来了。OK， 我们来做一下最后一排好不好？头部空间呢，多个一个拳头，然后我的腿呢大概是没有任何的空间了。可是我记得这个最后一排比上一代好做一点点，可以从这边拉一拉，来调整我的椅背倾斜角度。2个置杯架 ，Type C 的充电口啊。座椅呢其实也是可以调前调后的，这里有轨道在这边啊，上面这里就有一些气氛灯、冷气出风口在这边，这里还可以开灯跟关灯。这个呢就我不知道来放什么，可能放眼镜啊，前面这边还是有一个的。应该是放眼镜吧，可是很长哎，这个气氛灯的更换啊，这个还可以亮一点点哦，好像在飞机的感觉，有没有？开关门啊，这个就是打开它的天窗哦，打着引擎开才可以哦。这次的 Start Button 换上来上面了啊。方向盘还是电动调节的，冷气控制换上了跟 Lexus 同款的。我会看到最新款 NX 都有了，虽然不是 Touchscreen 的，要清理的时候呢，我的手指纹一放下去啊，就够力了。风速的话呢，就在这边。即使这辆车有无线的 Apple CarPlay， 还有 Android Auto 啊，至少我打开了之后呢，下面还是可以控制我的冷气的。这些都是中国车必须要学习的。上下车很方便哦，它高度我非常喜欢。我刚刚开了一个小细节在后面，这里有个按钮是按什么的呢？哦。哇，电动的遮阳帘呢，后面的座椅也是可以行倒的，放东西容易啊。我的右边没有坐人吗？我想要开关门的话，我自己也是可以开关。Roof shade， 天窗 ，Sun shade， 关门，很优雅的，有没有？特地要关完之前，还会把它收慢，然后很优雅的关起来。遮阳帘呢，哦，它是一键上下的哦。这里还有一个 Side shade， 也是可以自己开关。开的几乎要完了，还有一点点。虽然这个天窗只有它的遮阳帘而已，它是没有的打开的，透光视线更加的好啊。后面这里的腿部空间，这边还有什么？还有一些储物空间哦，放什么的我也不知道，这么小，2个bin的 socket 哦，还有一个冷气出风口啊，这个也不是冰箱啦。连这些很基本的塑料啊，Vellfire Alphard 都给到你非常好的。这些不是便宜的那种的，有些东西呢是包装好看不好吃啦，样子看得很好看，可是它的 quality 呢就没有这么好。这个是调节椅背啊，哇，还有座椅通风哎，所以脚是很舒服的。给你们看一下老板视角，哎，司机，我们要上云顶了，帮我开车。比起上一代的 AH30呢，它有很大的进步在于它的车身晃动呢不会像之前那么严重，而且它隔音真的是比之前还要好。那前提是我说是在没有在改隔音的情况下啦，因为我知道 AH30呢很多人去做隔音啊，上面呢车门这些有做 ，AH30呢还是有竞争力的。为什么？第一个就是它的价格，现在2015年可能卖一个150,000左右，因为我手上这里是有几辆，有些改了鲍鱼，可能150、160都拿得到了，车身轻1800公斤左右。这一代的 AH40呢就很明显飙到是2235公斤，加起来跟做起来肯定 AH40是很不错的。如果你是加的 AH30，你想要 upgrade 去 AH40，我觉得是不错的 upgrade 来的啦。那或许你会讲，250,000到300,000买 Denza D9 不香吗？这么便宜就有这么豪华的？那我只能说不一样东西。为什么 Alphard 还是有竞争力？第一个就是它给马来西亚人的印象就是做得起 Alphard 的人都是有钱人，这是第一点。而第二点就是好养，第三点就是打油只需5分钟，这个是不需要多说的，大家都懂，挺舒服，好坐。这冷气控制放到来上面，这边还有一个电视机吧。奇怪哦，这一代的椅子好像没有的调那个 Mickey Mouse 的耳朵的，好像缺了一点点什么的。之前那一个反而还可以调，不过这一代的椅子呢比较软啊，上一代的椅子比较硬，你坐上去你的屁股都大概懂了，会软一点点，而且它这个肩膀的感觉，发泡棉柔软的程度有支撑在那边，所以我觉得睡觉来说也会比较好。哇，这次的设计尖尖的哦。如果关门了之后呢，它会很完美的跟它凑合在这边。电动座椅左边的，上一代的 AH30 2.5的都有这个腿部的那个支撑，这一代就没有嘞，没有看到。完美，置杯架躲到来这边，里面没有 carpet 的哦，这些都是皮革来的 bro， 这些也是皮革 bro， 是不是很漂亮哎？而且它的这个荧幕真的没话可说，解析度非常的好，清晰，还有无线充电在这边，这个洞是可以开关的。可是这个中间呢，我觉得是拿来放手机，可是放手机的话，它就比较鄙视我们在用 Pro Max 的人。这些把灯放得很整齐哦 ，Auto Hold Eco Mode。防滑系统关闭 ，Auto Start Stop， 还有这个手刹放的小个的。这辆车带了很多 Champagne Gold 的这些元素哦，你看到挡挂啊、饰板啊这些饰板。这个中央扶手呢就很有意思哦，左边开
右边开都可以。Type C 的充电口 ，HDMI cables， 12V 电瓦。驾驶员的座位有3组的记忆座位，很 Lexus 的感觉的门锁啊，整个按钮按下去的感觉是非常的有质感的。这里可以踩一踩，自动远光灯，你可以 on， 也可以把2侧的电动门给关掉。油盖这里打开，这里打开引擎盖。换上了风琴4踏板，6项的电动座椅，可是就没有电动腰靠了。这里还是一样的，没有的扩展，还可以啦，比上一代好一点点了。一样有一个置杯架，比较小。这次的档冠呢就升级到跟 Lexus 同款的啦。要换去 D 的话呢，向右再往下摆，360出来了，门已经锁了。如果你要切换到 Manual 模式，按一次它就会成为 M。手动挡模式可以用换挡拨片。如果要去 R， U， 如果要去 N 怎么样？就这样子，然后 P 在这边，用惯了就没有问题啊，非常的舒服好用的。Audio trip meter 啊，仪表的亮度调节啊，自动雨刷，自动头灯，你可以关掉这个头灯，打开头灯，打开雾灯、远光灯 ，hazard light。这边就多了一个 sensor 来看你驾车有没有在打瞌睡啊。但是我到现在是没有教我什么啦。抬头显示器在那边哦，如果要更换这个仪表的显示的话，都要透过这个 HUD 来看呢。所以这辆车总共有第1种显示在这边。第2种显示这样子，第3种是这样，切换那些歌曲都在这边了。呀，我真的没有很会操作这个感觉上，你的手指放哪里它都有感应器哦。这具引擎大号为 T24A FTS 的一级2.4公升的直列4缸涡轮增压的引擎，在6000转的时候可以爆发278 PS，1700转到3600转左右爆发430个牛顿米的扭力，再配搭这个8速的 Direct Shift 的变速箱。当然这辆车的限速180了哈，因为日本车嘛。各位好看吗？我觉得是很好看的。虽然你可以讲 Toyota 配置呢可能比不上中国车，但是它还是给你很多细节的方面做到很到位。买这种车最重要就是有那种豪华的感嘛，而不是说配置好就对了，细节在于一切。Let's go！ 哎呦，我知道很多人会笑我拿什么 MPV 上山啊哈。对啦，我明白啦。虽然 MPV 不适合拿来跑山，可是因为它这辆车换了 Double Wishbone 在后面了，所以我很好奇它的整个动态会不会比之前好很多。OK， 然后它的操控表现，你这种一般上马路，你不可能一个60过一个弯就讲它操控很棒很棒吗？有时候我们要面对这些路况啊才懂。哇，它的那个玻璃是很优雅的关起来的嘞，很有 Lexus 的 feel 嘞。这一代的椅子会好坐一点呢，比起上一代它的椅子比较偏软一点，之前呢比较硬一点，有点像欧系车，可是也是好坐啦，头大不会差到哪里去。可是如果你一山还有一山高，鸡蛋还有鸡蛋高嘛，有的比较的话你就懂。隔音啊也比上一代好了，然后呢 engine 啊，它引擎的噪音啊这些传出来也没有之前高。是一个 upgrade 啦，肯定啦。如果没有 upgrade 的话，就给人家骂了。然后它这一代也没有 CVT 嘛，只有2.5的才是嘛。所以这具2.4公升换上了这个8速它总之 Toyota 的这种iShin 的变速箱，它配上 Toyota的 engine 的话，肯定是2个字丝滑，真的很丝滑。你看根本驾起来都没有 feel 的，它换挡你都没有感觉啊，你只可以看到转速在跌。然后听一下一点点的这种引擎声浪，然后起步的时候也没有那种 CVT 的不舒服的感觉。我怎么说呢？因为之前驾CVT 的话呢，它会在起步的时候特意把转速拉到可能2000转，给你 pick up 了，那样子，它一走顺了，它马上掉到剩1500转。可是这个驾Toyota人大概都懂Yaris 啦，或者是不管啦，不管 Yaris 啊，不管什么 Corolla、Altis 它全部的动作都是一样的，连Daihatsu那些都一样。它有 Auto Start 嘞，你看，它一 start 的时候都没有声音了，很静这辆车。哇，这个 button 还有保留。哎呦，等下再听看 ，Let's go。哇，它起步有力一下。这辆车的视野比之前好像好很多，这样不懂为什么它的大镜好像大很多，可能这个三角镜也比较大了吧？感觉到它的视野好像
有一点像驾飞机那种感觉，你懂吗？我不懂怎么解释嘞，就感觉到为什么我的这有2个 pillar 在这边呢？那种好像在有一点像驾飞机啦，我都可以这样子形容啊。然后视野side mirror 也够大，窗口又够大，感觉到这样子整个加起来安全感满满，又呀。OK， 我们试一下降档，看一下了。嘿，有turbo声呢，嘿嘿嘿，有嘿。拉高转之后，听一下引擎的声浪有没有哈？哦，有啦。哇，真的有力耶！哇，有啦，拉高转肯定会有听到一些引擎声浪，可是会比之前那一代少了很多很多。没有在4000转的话，你完全是没有听到有引擎声浪的，尤其是现在你看我这样子走，有没？没有啊。风声有没？120了咯，也没有很大，还 OK， 还风噪管理的很好。我开窗一下，你再关，优雅。之前我驾 AS30啊，感觉到后面的屁股会有摇一下的，我连坐在前面都会有 feel 嘞。可是这一代哦，没有很晃哎 ，Double Wishbone 就是有一点不一样啊，这种贵成本的独立式悬挂，还后面很稳的，它不会好像这样左右晃动那种感觉，然后连这种弹跳的话，阻尼感也很好，所以我们一般上驾的观左右大的人呢都知道，它的悬挂方面啊，真的是无可否认是很舒服的一个。过这种洞的时候啊，它没有给到你很大的反应。这样车油耗怎样啊？车油啊，我看到你的 average 是8.6 km/L 哦。以一个2.4 turbo 要应对一个2.3吨左右的车，我觉得8.6 km/L 是很不错了啦。之前我驾坦克300也是大概2.2吨，2.0 turbo 那辆车我走了6.7 km/L， 打满要60个 litre 嘛。因为它讲75嘛，还有 tank reserve 的话，应该平常量都打了60咯，应该130块，130到140啦。哇，这辆车在 highway 是一个 king 了啊，现在很快。那天我去槟城啊，一路上没有什么车的时候，我后面看到一个飞着来，你懂吗 ？OK 咯，前面车一让了 ，I mean 是什么啊？我的意思讲，前面车被车挡，我前面被车挡着嘛，后面它飞着来，然后呢，我就让它过。让他去丢前面那辆车，前面那辆车一让开了之后，我跟着的后面啊，还踩油啊，嚯，pick up 啊，我追不到的，1.5 turbo 追不到，肯定啦 ，of course 啦。之前加2.5公升的 NA 呢，是很够用那辆车，可是如果你想要多一点的动力，想要超车的时候就比较吃力一点点了。所以现在的2.4反而没有，就随便大一点。哇，它的变速箱反应也是特别快的。踩一点，降2个档，爱信啊 ，8 speed 啊，它放在其他车、其他 brand 哦，没有这样好驾的哦，在Toyota真的很好驾的哦，真的，你开 Volvo 你就知道了，很慢是不是？换起来慢呢？很慢，下次，慢下个。这个刹车一踩下去的力道哦，它还是很 typical Toyota那种，你要踩深一点，一头段的时候感觉没有这么敏感，反正它的方向盘的指向好很多哎，没有这么虚哦。我想要指哪里哈，比较敏感一点点啦。如果可以的话，下次都可以 remap 的吗？这种车 ，turbo 有潜能吗？你 remap 上来，轮上可以多一个30P， 没有问题。哇，刚刚这种 zigzag 的时候，我感觉这辆车没有什么侧倾的了，是我的错觉吗？反应没有像之前这样迟钝了啊。之前那一代还会车身好像一个箱子这样，你车头已经动了，尾巴还没有来得及反应，要给它1秒钟的时间。现在好像不会的感觉嘞，是我的错觉吗？还是 TNGA-K 真的这么厉害？哈哈，开起来很轻盈啊。降档要补油。
可以吗？不错啊。我们换manual mode，我们把这个 AC 关掉。OK，3、2、1 ，Go。自己会升档。不错嘞，这辆车是前驱吧哦，在日本还可以选配一个 4 wheel 四驱，那个可能在雪地的话会比较好用一点吧。再踩，还有一个 kick down button， 你按完下去，一下子就摆败了。Speed cut。Oh my god， 很稳嘞，很稳嘞，跟之前有分别嘞。之前的这个避震器还会左晃右晃这样的感觉哦。OK， 我们大概一个120多过这个弯，我觉得这辆车有一点太过舒服了，有时候我不知道那个速度啊。你看啊，其实如果想要载一个老板在后面，你不应该用一个120去过这个弯，因为这辆车是坦白说它还是一个 MPV， 它还是有侧倾的。可是他会不知道那个速度让你去超速过这个弯，所以尽量的话降慢一点，老板坐在后面会舒服一点。可是它的侧倾会比上一代好了啊，已经改善了很多。哇，卡拉真的完全没有压力的嘛，踩一点点的油门下去，你看我的油门大概是48%。不应该，这辆车不应该这样。我掀起你的偏向，会让我觉得有点丧。避开你流出的锋芒，别跟我斤斤计较。哇，这辆车它没有搭载 JBL 的，给的感觉已经很不错了嘞。然后它把所有的声音好像放在大镜前面这样，可能它原厂设计啊，特地把那个音响放在玻璃下面，然后在它打出来的声音还是透过这个玻璃反弹给我们。我没有什么听到这个环绕声太多，我真的是听不到后面有音响的嘞，我只是听到全部都是从前面那边传过来。一直撞到。喂，不能用了没？哦 ，OK， 现在还是。如果没有切换到美诺模式，原来还是一个 sequential 的压响来的。它就是说，我现在如果放在 D6 的话，它会在1、2、3档1到6档之间徘徊这样子。如果放到 D7 的话，就会1到7档这样子之间徘徊。除非你放到去 manual mode， 这个真的是手动模式了啦。它会 lock 在这边，你放油的话，它都不会自动升档那种。哎，OK。这个弯很重要，120试一下，有侧倾，有侧倾，可是比之前好很多。Double wishbone is the best 。所以啊，我都说了，我不是随随便便60过一个弯跟你说他操控很好的人啊。不过无可否认，这个操控真的是棒，真的棒。有比较吗？有驾过旧款就懂了。所以之前驾过 AH20 的第2代，它是一个 torsion beam 嘛，很多人讲后面很晕啊，不好驾不好坐啦。等你驾了30载，你会觉得30载的操控好很多，也好做很多。可是如果你现在驾40载的话呢，你会觉得很棒。我觉得换了 double wishbone 之后啊，坐在后面的乘客也会比较舒服，也没有这么晃动摇晃，所以按手机没有问题。之前我在30载后面按手机还会有一点晕眩的。尤其是过磅的话，我是最晕的。过那个减速带的时候，一过啊，它会左右晃动那种感觉啊。现在用manual mode。我们个 FK8嘛，好吗？没
没有拉很高，暂时听不到它的引擎声啊，很小声罢了。完了听到turbo声比较多，那种进气那种声音。开快的时候，开快的是吧？你起步的时候，一般你看大雨。哦，好像刚刚这样啦，好很多了咯，已经。对，因为那个 CVT， 因为那个 CVT， 因为我开辆车的时候，我以为我有一个错觉，就是我以为它是 CVT， 你看好多。Not bad 啊，好价这辆车。Not bad 啊。OK， 好了，各位，这个影片就到这边。如果喜欢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还有打开小铃铛。我们下一集的 POV 再见啦，拜拜。